大频道一纳吉，马尼拉是菲律宾的首都及第大城市，也是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但同时也因为各种原因呢，导致治安情况很不稳定。马尼拉也被称为亚洲的罪恶之都或绑架之都，尤其华人在马尼拉遭遇侵害的事情频频发生。而今天的内容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劫持事件。一名劫匪呢，在马尼拉手持自动步枪劫持大量香港游客。经过11个小时的对峙和1个小时的混乱之后呢，最终造成多名人质死伤的惨剧，也是可以载入史册的最失败的营救行动之一。2010年8月23日上午9点半左右，菲律宾马尼拉警方的前高级督察罗兰多·门多萨以搭便车为由，身着警察的迷彩制服，手持 M16步枪，登上了一辆香港康泰旅行社的旅游巴士。起初，他面带着和煦的笑容和司机随意攀谈。当时车内有22名香港同胞，年龄从4岁到72岁之间，另外还有4名是菲律宾人，分别是导游、司机和2个摄影师。他们以为是警察巡逻之类都没有放在心上。当车辆行驶至马尼拉市中心的黎刹公园时，门多萨突然宣布将这辆旅游巴士劫持，并下令司机将车开到附近的基里诺大看台，那里曾是多位菲律宾总统宣誓就职的地方，那同时也是游客在马尼拉的必游之地。门多萨情绪稳定，态度平缓，和在场所有人说：“我没有恶意就是想借大家呢解决一点问题，麻烦所有人配合一下。”他也向游客们表示，他曾是一名警察，原本明年1月呢就是要退休的，却遭到无理革职。他只是想获得失去的退休金。期间呢，还多次向游客道歉，一再强调不会伤害任何人，然后把人呢都聚集在了车尾，收走了所有人的手机，拉上所有车窗窗帘，然后通知了警方。已经55岁的门多萨出身于警察世家，他的父亲、兄弟和儿子都是警察。他毕业于菲律宾大学犯罪学专业，获得的是犯罪学学士学位。26岁加入菲律宾国家警察部队，正式成为一名警察。2002年被提升为警察分局局长，2005年升为高级警督。因为多次立功，还被评为菲律宾10佳警察，拥有17枚荣誉奖章，光彩熠熠。原本可以带着几十项奖励退休，但在3年前，门多萨遭到一名厨师的指控。那个厨师说自己停车的时候遭遇门多萨等多名警察刁难，他们说自己是非法停车、无证驾驶和使用违禁药物，并打算处罚3000比索。那后来他被门多萨带到警察机动巡逻部总部并向他敲诈2万比索。敲诈未果，他们又强迫自己吞食了1小包违禁品，直到厨师的朋友送来了2万比索后才被释放。所以门多萨在2009年，也就是事发9个月前呢，被廉政法庭逐出警戒，也被取消了所有的廉政福利。9个月期间，他多方申诉，却始终没有任何结果。心有不甘的门多萨预谋了这起能够引起高层和民众注意的极端举动，选择在马尼拉特别热闹的公园劫持外国人质，希望矛盾呢能够演变成国际化的事件，增大对本国政府的压力，来解决他的问题。那劫持人质之后呢，门多萨在挡风玻璃上贴出2张白纸，一张写着撤销最终决定，让他复职；另一张写明纠正错误决定，补偿自己损失。菲律宾警方立即赶赴事发地点，建立指挥中心，布置狙击手。上午10点20左右，66岁的香港游客李某表示想上厕所，门多萨随即让菲律宾籍的导游陪同他离开巴士。这是最早被释放的2名女性人质。闻风而来的大批媒体开始涌入周边的区域，警方也开始与门多萨展开谈判。那谈判专家向门多萨保证他们会考虑他的要求，还让门多萨呢根据自己的诉求贴了一张申请表。那门多萨则拿出了充分的耐心，认真填写了一张。而当门多萨的申请上交给马尼拉副市长的时候，那副市长直接把问题甩给了申诉专员公署。那时候时间呢已经是中午，那公署表示呢需要午休拒绝临时派人处理，就白白耽误了几个小时。而另一边，谈判专家说事情已经在处理你也先释放一些人质。门多萨就同意了这个条件。中午12点20分，曾女
士和3名儿童获释。那起初门多萨只是让他带着自己的一子一女离开，不过下车前呢，曾女士看到同团的11岁男孩汪某，于是她机警地说这个男孩也是自己亲属，要一并带下车。门多萨同意放行，男孩呢也一同离开了危险的巴士。由于被劫持的车辆一直处于发动状态，燃油几乎耗尽，也应要求警方谈判人员给汽车加了1次油，以维持车内空调运转，乘客也获得了午餐。那警方给他拉了一条电话线，用于随时联络，局面还处于平静之中。下午1点24分，警方与门多萨进行谈判，他提出要总统承诺还自己清白。很快，马尼拉市长表示，只要是清白的就可以考虑让他复职。这个答复让他感到很满意。1点半呢，人质中年纪最大的游客72岁的李先生，由于身患糖尿病也被释放。那门多萨身上倒挂着步枪，主动送他下车，还招呼前面的警察来接应人质，然后又释放了1名菲律宾籍的人质。从这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状态依然很稳定。总共先后释放了6名人质。门多萨看似用很积极的态度对外表露自己的善意，但很快这种善意就会被营救方的冒失甚至愚蠢逐渐消耗。释放人质后不久，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说，总统不会与劫匪谈判。门多萨感觉被刺激到了。时间1分1秒过去，从下午2点到2点半，门多萨在车窗上先后贴出3张字条，有一张写明下午3点就是最后期限。就算到这个时候，气氛也并不显得十分紧张。谈判专家说，门多萨的要求很简单，但毕竟是超越了警察的权限。白天一直是在和反腐部门展开协调。门多萨也收到了专员公署的回复，说申请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会着重考虑。转眼下午3点到了，门多萨的妻子和2个兄弟赶到了现场。那警方找他们来打亲情牌帮忙劝说一下。随后门多萨把最后的期限延长到了3点半。3点28分，门多萨贴出字条，要求马上叫媒体来，并在随后的4点50分左右再次释放了1名菲律宾籍人质。而这也是他释放的最后1名人质。到这里，车内25名人质中已有9人获释，但门多萨请媒体的要求并没有得到警方的允许。随后，他通过电话表示，只要给自己犯案，那马上就投降。傍晚6点左右，反腐部门对门多萨复职的要求做出了答复，并把决定以书面形式密封在一个信封里面。6点20分，警方谈判人员和门多萨的弟弟一起到现场，把信封交给他。门多萨拆开一看，里面赫然写着拒绝。他僵持了1天等到的并不是想要的结果。那这封信让情绪一直比较平静的门多萨开始变得愤怒，随后马上把公文退还给了谈判专员，完全不接受。同样和警方在现场门多萨的弟弟虽然也身为警察，但却更倾向于同情哥哥的遭遇，所以他的这个情绪也很激动。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一直在发脾气，认为哥哥变成这样都是被逼无奈，然后又未经批准携带一支手枪，试图靠近巴士，结果被警方强制卸下了手枪。而这一场景恰好被门多萨看到。劫匪的家属进入谈判现场，非但没有缓和对方的情绪，反而在现场不断拱火。这门多萨弟弟说要协助哥哥当他的发言人，结果警察当时就急了，认为他们都是同伙马上强行控制了门多萨2个弟弟和妻子。而这一幕全都被现场的媒体给拍了下来，并且全都直播了出去。门多萨就在车里的电视上看得清清楚楚，这也成为了事件走向失控的重要转折。门多萨与现场警察间的信任破裂，现场传出当天的第1声枪响。他在与电台的连线中说，这枪是对警方的警告，愤怒地说整件事情与妻子和弟弟无关，还说警察像对待一头猪一样对待自己的亲人，警告如果再不住手，他就会杀人。可警察最后还是逮捕了他们，塞进了警车，而且特警在外围摆队形的画面也通过电视直播了出去。门多萨告诉媒体说，必须让特警撤离，否则杀死人质。这也是门多萨最后一次和外界进行联络，警方配给他的电话也拒绝再次使用。晚上7点21分，汽车突然启动，
但立即被狙击手击爆了轮胎，巴士整个横在了路上，不再行驶。而车里突然陆续传出枪响，车窗也出现了弹孔。那这时菲律宾籍的司机从车窗跳出来逃走，逃跑的司机还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车上所有人都已经遇害，因为当时窗帘全部紧闭，还下起了大雨，警方不清楚车里的情况。可实际上，司机的话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菲律宾警方在无法确定人质和劫匪状态的情况下，突然就决定就此展开强攻。当时在现场是集结了2种不同的警力。那国家警察总长建议行动由菲律宾的特种部队负责，因为他们在3年前成功处置过一起巴士劫持事件，并且曾接受过系统化的反恐训练。但当时现场指挥员，也就是马尼拉警察总长为了公祭，执意要求由下属的特警执行营救任务。所以特种部队呢，虽然是在现场，却因为没有指挥和控制的权限，就没有执行直接攻击任务，只在外围把守。结果特警队员的表现呢，让人一言难尽。7点40左右，大批特警队员开始冲向巴士，他们从车尾包抄，聚集到车身中部，突然拿出了手中的大锤，在车窗玻璃上砸出了一个洞。在砸了4下之后，车内立即传出了枪声，警察停止了动作，全部拿着枪对准窗户上的洞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攻坚行动似乎显得束手无策。到了8点10分，警方把车门玻璃又砸出了一个大洞，他们用铁锤勾住车门，想把车门拉开，但车门只是晃动几下，并没有打开。又用绳子绑住车门，试图拽开，但绳子却意外断裂。随后警察又聚集在巴士尾部，因为他们得知车尾部有一个紧急出口，所以又开始用大锤进行破坏。那显然是很难打开的。所幸菲律宾警方开始加大力度，使劲砸，但进展依旧非常缓慢。而这样的一锤接一锤的动作，车里的人不可能没有察觉，这也时刻提醒着劫匪，警方除了抡大锤，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办法进入车里。与此同时，又有几名特警转移到了车头，砸车门，拿着盾牌试图用手拉开车门，但没有成功。车身中部的警察向车内扔去一根荧光棒，但之后也没有任何动作。大锤又转移到了车的前部，把闪烁的车灯给打碎。总之，大锤在营救中的戏份非常足，大巴车前后左右都被砸了一个遍，前后折腾了大约1小时，还是没人知道内部的情况。这期间呢，车里经常传出开枪的声音，他们甚至看到有人质倒在了车里的过道上。8点13分，特警队员终于打开了车后部的紧急出口，并朝车内投掷了3枚催泪弹。随后现场响起密集的枪声，门多萨在车里疯狂扫射，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开枪。门多萨和警方对射的时候，在慌乱中退到了巴士前部，这让狙击手找到了机会。8点43分，狙击手报告已经打中了门多萨头部，他的尸体趴在破碎的车门上，上半个身子都探了出来。几个警察从车头靠近，确认门多萨已经死亡之后，向远处挥舞双手示意。至此，已经进行了11个小时的营救行动，终于结束了。很快，周围的车辆迅速靠近。8点47分，警察打开车门，确认了很久才走进车内。幸存人质讲述了在车内发生的事情。门多萨要求人质在车里分开坐着。夜幕降临后，他在电话中得知弟弟和妻子也已经被捕，情绪开始激动起来，随即将领队谢某推到车头。接近晚上7点，门多萨见当局没有任何回应，突然就开枪射杀了领队，所有人质被吓到尖叫。从这儿开始，门多萨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他边走边向左右开枪，而且都是瞄准了人质的头部，完全不想留活口。这时有至少5名人质冲了上去，但门多萨立即后退开枪，其中几人就这样被打死。司机趁乱下车逃跑，门多萨没有再开枪，车里就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梁女士一家5口被劫持在车上，丈夫在混乱中为了掩护妻子而被劫匪打死，他的3个子女坐在中间位置，其中有2人也死在了枪口之下。梁女士悲愤地说，都是因为营救行动迟缓，
才导致这样的结果。之后警察又开始疯狂砸车窗，1个多小时的敲砸又是拽车门，门多萨埋伏在车里准备和警察展开火拼，警察又扔催泪弹来进攻，一时间车里面是子弹横飞，人质们又被催泪弹呛到无法呼吸，感觉度秒如年。最终车内剩余15名香港人质中，共有8人遇害，7人受伤，死者包括救走男孩那名曾女士的丈夫，那个男孩的父母也在事件中身亡。同时因为警方对现场风控不力，在突击阶段门多萨向外射击，榴弹击中了1名记者和围观的儿童。马尼拉特警要求轻伤人员从巴士开启的应急门跳出，重伤人员留在车内等待救护人员处理。那部分伤员离开巴士后便无人照管，在雨中淋了20多分钟才得以登上救护车。他们在抵达医院后也没有第一时间得到救治和照顾。媒体镜头将菲律宾警方的这些糟糕表现传递到了全球，但由于这次营救事件中他们的表现太差，世界各国媒体都表示无法理解都说这个菲律宾警方的营救太不专业了，甚至愚蠢至极。因为营救的底线就是要绝对保证人质的生命安全。首先，谈判过程中屡次错失制服良机，在整个过程中多次出现可以控制劫匪的机会，谈判人员一度离他很近，劫匪也只是把枪挂在身上，完全可以突然行动，一招制敌。而且他有几次是单独站立在车门位置，狙击手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把他击毙。那突击警察的装备与训练明显存在不足。那整个过程中，劫匪都很清楚警方的一举一动，除了整个事件被直播呢，还因为警察移动费力又缓慢，根本就没有形成突袭的效果，又缺少专用的设备。那警察花了很长时间用大锤砸窗，同时呢又没有用于可以爬入窗户的梯子。那砸窗之后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另外，警察所用的武器也不合适。那有人拿手枪，有人拿自动步枪，理论上应该携带适合在狭小空间作战的微型冲锋枪。总之可以断定他们是非常的缺乏基本训练。事后这个说法也被印证，就事发当天中午在特警到现场集结之前呢，他们先找来了一辆巴士模拟了营救过程，曾6次模拟突袭巴士，都是用大锤砸开玻璃，结果每次都能在15分钟内结束战斗，感觉问题不大了。但当真正在现场展开进攻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这2辆车不太一样被劫持的巴士装的竟然是强化玻璃。另有特警队员在采访中透露，上一次参与正式射击训练是2004年就是事发6年前。平时他们只能自己找机会训练结果他们从上到下表现出的业余超乎人们的认知，一件本可以完全避免伤亡出现的事件，硬是变成了一出惨剧，甚至是国际纠纷。菲律宾司法部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1个月后给出了调查结果。调查结果很明确提出，事件中7位官员存在严重失职，导致惨剧发生。马尼拉市长未能及时启动危机管理机制，营救人员未能恰当谈判劫匪所提要求的性质。谈判破裂后，负责解救人质的人员无法联系上劫匪，因为他当时正在接受媒体的电话采访。劫匪的弟弟参与谈判，分散了主要谈判者的注意力。马尼拉市长下令逮捕劫匪弟弟，是导致惨案发生的最直接原因。马尼拉市长和人质解救行动的总指挥在关键时刻离开岗位去饭店吃饭，造成指挥和决策的真空。那警方最后乱砸巴士，集中体现解救行动的无效，没有对伤者和可能存在生还希望的人质及时有效的医疗和照顾。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3世表态，那人质事件发生时，菲律宾警察部队是由他直接管理，他本人应该为人质事件承担全部责任。但这个责任具体是怎么承担又没有说。而且这个阿基诺3世总是有种很违和的笑容挂在脸上，甚至当他赶到事发现场的时候，面对惨烈的伤亡事件，依然可以看到这种诡异的笑容。事发后，他们所谓的负责，也仅仅是在人质劫持事件中担任现场指挥官的马尼拉地区警长引咎辞职，另外有4名处理事件的警察遭到停职调查。事发1年后，2011年，阿基诺3世再次表示，惨剧是由劫匪门多萨一人造成，
并不是菲律宾全国，国家不应该为一个人的犯错而道歉。又过一年，2012年，阿基诺三世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承认当年处理的确实不够好，但拒绝就事件道歉，此后就不再做任何表态。而死者家属和伤者为讨回一个公道，提出了几项诉求：正式道歉，做出赔偿，追究责任，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而3年时间过去，菲律宾方面却始终选择冷漠。即便面对香港特区政府21次与菲律宾当局的跟进，菲律宾依然没有任何回应，没有道歉，也没有赔偿。香港也一直维持着对菲律宾的旅游黑色预警。另一个黑色预警是叙利亚。2013年8月22日，事件民事追讨期限的最后一天，他们上诉到香港高等法院，启动追讨程序，对象包括菲律宾政府以及8名事件责任人。在2013年10月 APEC 领导人峰会上，面对香港媒体追问，阿基诺三世选择无视这些问题，始终只与身边人攀谈，毫不理睬提问的记者，并在之后对外透露，他们认为事情已经解决了，再次强调不道歉，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文化传统。2016年6月30日，阿基诺三世结束6年的总统任期，卸任总统职务，并于2021年6月24日病逝，终年61岁。在他去世之前，2018年4月12日晚，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香港会见菲律宾劳工的时候，就2010年发生在菲律宾的香港人质事件正式道歉。这是一次典型的失败营救。那事后很多国家都对各种解救行动进行着重演练，为的就是不再发生这种低级的错误。其实相比于这些呢，人们更希望的还是安全的生活环境。那毕竟再真诚的道歉和弥补都无法挽回已经逝去的人。我们既希望与别人保护，但更要学会保护自己。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日大节就先了，拜拜。